家又好久不见了，又是2周。好，我得先告诉大家呢，就是如果我自己有发生什么重大人身意外啊，那再来就是我的演出时间，就是通常30以后就是会暂停2周。好，那下一次的暂停时间呢，就会是6月底还有7月初的那2个礼拜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2周又来到了就是水逆的时间了，那身边很多人就开始面对选择啊、焦虑啊、纠结啊，包括我自己也是，所以促使了这一集，就是想分享给大家。那我想先分享我自己的故事，就是我从来都没有在我的人生大事中后悔过。那有后悔的部分呢，大概就是高中的时候偷搭电梯，因为我们高中是不能搭电梯，只是走楼梯，然后我们学校又很大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偷搭电梯，然后被教官抓到，就是被抓到那一刻，心里就觉得想说可恶，早知道跟他搭另外一台，就是这种日常琐碎的小事，我都会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，可是绝对不会后悔。就是靠，早知道刚刚就不要搭电梯，没有电梯是必须的，但就是哪一台的问题而已，好吗？那我还是一样先举例我自己的人生大事有哪一些好了，就是我没有考上大学，我决定去工作，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又决定回到校园，然后换了职场环境。然后还有搬家，和13年的好友决定要一起去出国玩。然后我在出国的前一天跟大家说，就是很抱歉我没办法去了。现在呢，这份友谊依旧坚固，而且我们已经变成18年的好友了。就是未来一定也会再开一集，就是18年的友谊究竟是什么味道？然后还有大事就是。我高中其实不太爱念书，然后总是会做出一些很反骨的行为，然后还有一些很反骨的观念，然后甚至会说出各种的惊人语录。我妈妈就是会整日以泪洗面，然后就想说怎么生了个坏小孩。对，但就是这样子的过程对我来说，其实都是蛮关键的转捩点的，但是回顾这些过去的大事件，我还真的没有后悔过。不过倒是有一些遗憾，那这些遗憾其实都是会觉得，如果当时的自己可以在怎么样回应或是处理关系中的状态，那么我应该是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的。对，所以如果再经历一次的话，也还是会觉得不会后悔做这些事情，可是会尽可能的想要用现在的智慧来去带领当时的自己。但换个角度想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，因为自己长大了，你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妥善的解决问题了。通常呢，我在做人生大事前呢，就是会有一些判断，就是这是也是我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。那我通常会先回答这些问题。第一个，为什么要改变？那这个问题其实基本上就是在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对自己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那第二个，改变后的代价会是什么？自己有办法面对跟处理吗？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最明显的就是我当时工作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决定要回到学校念书。那这个代价会替我转来的变化又会是什么？开始会去判断优势跟劣势嘛，比方说金钱也好，或者是时间长短也好，或者是精神体力，或者是各种学习的状态，其实都可以纳入在这个问题里面。那第三个，这件事情究竟值不值得花时间来做？那比方说刚刚我提到就是换工作这件事情好了，那换工作究竟要花多少时间来准备？给自己的期限又是多久？又或者是你准备转往另外一个人生跑道，可能刚刚的换工作是同个领域，可是现在就是要换一个产业，或者是换一个非常非常跟过去所学不一样的职场环境。那究竟
值不值得花时间重新学习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需要被判断的。第四个，还是得设想，究竟自己是暂时想要还是长期需要。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能分辨得出，就是当下究竟是因为从来没有得到过，所以非常想得到。就是人家不是都说，就是没有得到的都是最好的吗？就是这种人性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的用理性的角度来看待，就是自己所面临的选择。第五个，假设这件事件已经发生了10年后了，也就是看你现在几岁，你就先加个10年，然后去设想那个10年后的自己再回头看这件事情，你会不会后悔没有去做这件事情？我会把这一题放在最后一个，就是不管你刚刚以上4个就是有多理性的去权衡比较，就是那种优劣势通通都列出来了，就是第5个就是最关键的议题，你究竟10年后再回想到这一个情况或氛围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后悔？这些问题我相信你理清楚了之后呢，你通常也可以做出选择了。我自己是这样子啦，不晓得大家回顾你自己过去的人生里面，究竟是后悔居多还是遗憾居多？选项1后悔，选项2遗憾，选项3其他。告诉我你的选择吧，也让我知道你的故事。我们留言见，晚安。